你知道牛筋绳是怎么割草的吗？我们试给你看。我们现在呢，马上就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究竟牛筋绳在实际割草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样打断草的。我们现在马上来发动开始吧。那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牛筋绳所绕的这个直径的部分这个圆周的地方，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到草了，草已经被割断了。所以说呢，我等一下用这个慢动作的方式再给大家看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到底牛筋绳怎么样把草给割断。那大家刚刚呢有看到这个慢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它这个牛筋绳其实它是用打断的方式，用打断的方式把草打断。大家看一下这个被打断，这是比较粗的这个筋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它是从那个外皮先破坏掉，然后再把里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把它打断。所以这种比较粗的这种筋就会比较不好割。用牛筋绳的话就比较不好用，再用这个牛筋绳在打断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小时候就是比较皮的时候，都被爸爸妈妈用那个藤条有没有打屁股那种感觉。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真的是我看到这个刚刚在打的时候，就有这种瞬间屁股很痛的感觉。你可以去回想一下，你之前使用这个牛筋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牛筋绳其实都是从中间断掉，而不是说从最尾端开始慢慢缩减。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你的这个牛筋绳都是怎么断的，是从中间断掉呢，还是从最接近圆盘的地方断掉，还是说从尾段开始断的？那如果说你都是从中间断掉的话，你可以去往回推一下，是不是说你的田里面都是这种比较粗的？像例如说什么产期这种比较不好割的、比较粗的，或是一些灌木类的。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常用到牛筋绳？首先第一个，柱子的旁边，柱子的旁边周围你怕你用刀片会产生危险，可能刀片一打到柱子，不是柱子破洞，或者说你的刀片就弯掉，甚至你的刀片就撕裂掉。所以你会选择牛筋绳。第二个，像是如果说你有造景类的，你有很多的石头、石砖，或像这种大块的石头边边的话，你也会用牛筋绳。像这个空心砖基本上旁边你有空心砖的话，你也会用牛筋绳去打。用刀片也是非常的危险。那还有一种很常见用牛筋绳的就是我们的路面跟我们的这个草地的部分我们中间要切出一条线出来的话，你牛筋绳你也可以拿垂直的方式这样子切过去。那你就会发现一条很漂亮的那个这个割痕出来，就可以把它切开这样子。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要割这个树的四周围。它可能都长满了这个杂草，那我们想要把它割掉，那基本上呢，我们也会选择用牛筋绳。因为牛筋绳去打到树，跟刀片去打到树，我相信一定是刀片对树的伤害一定是最大的。当然，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用牛筋绳去打到树皮啦。
这个对树都是非常不好的。当然，这种石头地的话就不用说了，一定是使用牛筋绳。那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那个牛筋绳弹到石头，然后打到自己的脚踝，也是非常痛啊，所以说这个安全的这个装备啊，大家还是要记得要佩戴。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割草机的这个正确的使用方式的话，可以到我这个右上角这个连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我有拍一支关于怎么样正确使用割草机，然后安全装备怎么穿。好，那最后呢，我来跟大家做一个推荐一个建议。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牛筋绳的话呢，建议的地形就是这一种一般的嫩草，像是还有这种含羞草啊，这种比较嫩的茎类的、叶类的，都可以使用牛筋绳。如果说你是有这种小灌木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比较粗的灌木类，或者说像你看前面这个比较复杂的地形。你一看就知道里面一定是不简单的。里面有恰杂波草，有含羞草，然后有灌木，有小灌木的，然后有比较粗的植株，那你都可以使用这个圆盘锯，用圆盘锯，它比较适合这综合型的地形。当然啦，也有人用一字刀，割遍天下也有的，很多职业都是直接用一字刀，从头割到尾，没有再跟你换的。它可以用一字刀克服各种地形的这种也是有，或者说用牛筋绳打遍天下的都有。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都是在割什么草，什么类的草？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刀具？是牛筋绳、三角刀片、一字刀，还是说你都是用这个圆盘锯？欢迎在下面留言，让大家知道一下，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使用经验。好，那我们是清水农机，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